在画这段话之前呢，大概说一下哈，就时间过得非常快，一晃，今天是第17节课了哈，然后明天上完18节课上完了，然后再往下面走的就是下面就是19、20，就是我们这学期结束的这个时间，但是我有可能会给大家加一堂课，就是因为这一学期我们的人数啊，明显比上学期呢要多很多。上学期我们当时是晚上7点半开始评，一直评到12点过，给大家评完的，那也是累得够呛。如果按这学期的这个大家上课的交的这个作业的人来说的话哈，如果有个300张的话，我至少要评8个小时，哈，所以说呢，就是肯定是评不完的，评不完没办法，只有把这个评话这个分成2段啊，前段后段来给大家来点评哈。昨天是我们助教老师这个石老师给大家点评了，最后就是由助教老师给大家点评的这个环节哈，昨天已经点评过了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的年轻的谢慧珊老师，他们2位老师兢兢业业的每周5晚上给大家点评。我们这个集体它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就说是集体哈，从我开始哈，我是全心全意的在教大家画好彩墨山水，然后2位助教老师那每周5真是兢兢业业的给大家点评作业，当然还有我们那个助理张老师，他是在我们后面做了一些非常多的工作，那真的是我们这个班上有很多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些那些老师哈，他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在他们那里都是很大的问题。那有时候一麻烦张老师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的，就是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搞不懂的话就一直不停的给张老师打电话。然后有时候没有事儿的时候也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都是非常认真的给他解答，非常认真的去给他们一起就说是陪着他们一起学习彩墨山水。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2位助教老师和我们助理张老师。好，作为学员们来说了哈，最重要的这一环节就是学员们，就是你们。我们是个正能量的团队，不光是这个我们的教师团队或者助理团队或者助教团队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学员团队。经常有些学员在群里，哎呀，我这样没有了，大家帮我发一下，马上就有我们学员把他需要的东西发给他一会儿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他的这个他什么。上次老师画了张图片我没有保存，麻烦谁发一下，一会儿谁又忘了这样反正总共各个阶段的事情都有学员给他们解答，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怎么样呢？大家把作业发出来了以后，有些画的比较好的学员主动的，这个是真的是没有跟我沟通，也没有给张老师沟通，主动的承担起了给小白给一些初学者讲解一些最基本的技法然后把自己画的作业也上传到群里，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由于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团队，我们这很多学员从我可以这么说吧，就现在已经是下一周的话就是最后一次上交作业上交作业，你们就把你们只要认真学习的学员，你们就把你们这学期画的画，最后这张画的画和在没有跟我学习的之前画的画对比一下或者是我们上次春季网络直播班的学员，你们就是在这学期之前画的，又把现在画的再拿来对比一下，你们就能看得出来都有进步。真的，我看到你们画的，昨天我看了昨天我基本上也是全程看了石老师给你们的点评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中有些学员真的是进步非常大，我觉得在这里我给你们点赞。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肯定好多学员说了，哎呀，曾老师这个班太快了，这就结束了，怎么样了？其实远远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真正在上课的时候大家肯定要忙着每周去完成老师的作业，是吧？每周完成老师的作业，说每周他就跟着我的进度在画，这个没问题就没有办法还要一张一张的去画，去完成这个自己既定的目标。等我们学习结束以后，因为我们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可以一直看的可以一直无限回看。那你们很多学员为什么进步大呢？包括我们春季班的呢，他学习结束以后，他就有大量的时间，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把我们的之前的课程慢慢拿出来，再慢慢的看，慢慢的看慢慢的去领悟。可以这么说吧，每看一次，你们都有进步，都能从中学到东西不要说你们了，我有时候都把这个回看拿出来看一看，看我讲的怎么样，我自己都觉得这里还讲的可以，这里画的还不错，我自己都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还不要说你们了真的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自己都是拿出来一看半天，我也从中温故而知新嘛是吧？所以说我就说你们只要多看，我一直给大家说嘛，三多一少。有学员也说了，那你只要按照老师的三多一少来进行，你的进步肯定会很大的你们就按照这个三多一少，多看是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当然光看你就不悟也没关系，也没办法，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是要看了以后就要去悟到，老师怎么会画成这样，他的用笔怎么样，你再看的话，你要仔细观察我的用笔了我的用笔，我在每一次用笔转折呀这些我争取能说到位的，基本上我画30都会说，你看我的笔是怎么转的，你们回看的时候再认真的看实在看不懂，你再回来，你可以进度表可以往前拿是吧？把它拉到前面，然后又从头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认真的看，把它看懂了以后再悟透了以后，然后下笔，这个对你们的这个帮助我是觉得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上课之前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在没有老师教课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一次不够，2次，因为我们的群一直要保留当然这个不是无限制保留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课程会越来越多，这个肯定保留几年，一般来说一个群在保留几年的情况下，又有了新的群，好多学员又会到新的这个群里去活跃的话，他这个老群就会逐步的就淡下来了。但一旦等我们这个群都平静下来，就没有人在互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逐步的把有戏群，这已经删了几十个群了，因为我办了很多班，每办一个班就是一个群，每年一个学习群就是一个学习群所以说呢，就是群非常多。但是群多了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我们对这个群要是放松了管理，突然有一个人在你群里乱说了些什么，到时候我群主都会受牵连。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有些慢慢不管理的群他这个失去管理了万一预防出现问题，我们会怎么样呢？会把之前的老群已经不活跃的群把它慢慢删掉一点，但这个群会保留几年的，放心好，我们在上课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下怎么样去学习这个彩墨山水就是主要是还是就是说之前是由我每周给大家上课，由助教老师给大家点评，是吧？当然助理张老师会一直陪在大家身边，你们在有什么诉求有什么这些，同样也可以在群里发一些要求或者请求，张老师帮我干什么，张老师怎么样，张老师都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我也不会退群的，也会陪在你们身边的教了大家怎么样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言归正传因为今天这段话呢也是比较复杂你看着好像上次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画面的
二都多一点了哈，差不多2/3都多一点的这个已经画了哈。其实啊，真正的这个是在这里，这个光是特别难画的。我就说了，我早上起来哈，我就一直在想，包括我们刚刚在上课1个小时，我就坐在这里就在想后面我到底怎么办。哎，我后面这里倒是画了几座山，但这个山怎么样跟前面衔接啊？怎么样？是不是再画点树跟它这个啊，都需要在我进一步的去想哈去想，有可能是画点山啊，画点这个树，把它衔接一下，好，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在画了这个就是很多焦墨的情况下哈，那我们你看这个肯定是不平的。它如果不平的画的时候啊，特别是画光，它这条线不是绝对的绝对的那个光哈，但是它基本上要是直的啊，你千万不能怎么样，这个画着这个光歪掉了，一歪掉马上就出问题啊，马上就出问题。所以说你看我这里是画的有线啊，画的有线，这个线呢也不是拿尺子比着画的哈，稍微画了一下，只要是差不多直，边缘一定要毛啊，要有光感，要把这个差不多弄平了。我想想从哪里开始画？从这里开始画。从这里画，我把它捞起来一点。这几天啊，也有好多老师给我发微信说课程快结束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不可以给我打电话，可以给我发微信的，这都是可以的啊。有我微信的朋友有什么事儿可以给我发微信，没有我微信的，您可以加下我的手机号18870379135啊。课程结束或者是课程没结束啊，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咨询我。好，我们拿支小笔，蘸一点这个墨，好，然后再加了一点这个就是珠标哈。这里有一个桥，这个桥呢会高一点，高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怎么办呢？这里就做了一个铁桩。面授班点评也有作业点评的啊。面授班是白天全天上课，晚上是助教老师现场给大家指点，然后最后第10天的时候会大家拿着作业，老师现场给大家亲自点评。什么时间把我们这些暂时还不会删除的啊？要过几年，等群越来越多不好管理的时候再会啊！大家现在都可以在群里去交流。我都刚刚说的这么清楚了。
你看这个呢，它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这个跟我们平常的吊桥还不一样哈，但是它确实是一座吊桥。我们看看，大家可以把所有这张图片倒是可以发到这个群里给大家再看一下。基本上跟我们画木桥呢是一样的，哎，稍微的把这个桥的宽度画出来。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桥的透射。为什么我这里要加块石头呢？因为我对面这里它一样的，它还有一个，这才是好。这边呢就不一定画了，这边就直接把它画到什么呢？把它画到这个石头，直接可以把这个打到石头上，比这个柱子更稳。当然，如果就这两个这个，那还是很危险的哈。所以我们这里它还需要有一些这个，你看把它连起来，这样子一连它就很稳了。这个你不要担心，因为我先把这个桥面画出来，即便我把它挡住了，你也会感觉到有这个桥面的存在。好，然后后面的这个呢，细一点。面授班点评我们可以观看吗？暂时是看不了的啊。面授班是现场的作业点评。如果到时候下一期面授班，如果我的事情不是太忙的话，因为面授班我要给大家安排食宿啊，每天这些事情比较多。如果不忙的话，我也可以用老师的抖音号给大家去直播一下。只要大家关注了老师抖音号“增刚彩墨画院”的到时候我有时间就给大家直播看一下。然后把这个桥一画，哎，这个路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呢，哎，它最后还要转过来。它要转过来的话，我们这里就再转一道。我们这里颜色还是刚刚这个颜色哈，基本上就是，但是会淡一点这个是画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话，就是我们画画要做到什么呢？你强我就弱。现在这个桥，它是你看和它比起来的话，那个桥都更加具象，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你看我们首先第一，本身这个鼻的墨色并不是太深，是不是啊？第二，我顶上把它画的比较墨比较多的情况下，下面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把它画虚一点。
就是我不管再画怎么样去画这个30哈，哎，这个桥大家看还是非常突出的，是吧？我并没有说是我一画把这个画得很深，然后一直跟他两个，他跟他一样深，甚至比他还深，最后一画下来我这里也是很深，那他们俩就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就是要注意虚实关系，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说，我们画面就是在制造各种矛盾。大家可能说了，哎，怎么画画还制造矛盾呢？那画画经常就要制造矛盾，不制造矛盾的话，那你这个画就画不好。像我现在这里就制造一个就虚实关系的矛盾，我这个桥画的很实，那这后面就要画的就怎么样呢？就很虚。你看这后面就画的很虚，不管我怎么去这个去染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最终的话，这个桥它都是非常清晰的，是吧？露出来的。当然，如果在这个桥上到时候再站一个人啊，它这里面啊，它真的有水，顶上经常也有水下来，打把伞啊这些都可能的哈，都可能的。把这个画了以后，好，然后我们这里这个在里面稍微加一点点，那这里调点颜色吧，稍微加了一点点山绿啊，就是将近我开始的墨珠标啊，在这个基础上，哎，稍微加了点山绿。它这个颜色呢，就也是比较淡一点，就注意怎么样呢？就不要跟这个像这前面这些墨啊一样的还这么深。好，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边缘。你看，就画了几块这个30，现在这几块30，大家看哈，其实它颜色并不深，很淡。好，我们这里画了以后，我们就集中力量打渐灭战，好，然后就再去画水，画水的时候就要调整颜色，就基本上在刚刚这个基础上，这个一点点水，我就几乎你看啊，就调一点点颜色就够了，在刚刚这个基础上加一点点。这个太极蓝、胭脂、山绿这些哈藤黄加一点点，可以适当加一点白色，也是一点点。把它调好，笔。因为是远处一点的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水的颜色就不宜把它画的太深。哎，但是呢，你不要突然这里有很多的水纹，到这里突然就没了，那也不行。所以说你看，我们会有一点水纹在这里。
主要还是要跟怎么样呢？跟这边要衔接，哎，这个水冲到这个石头上，它就往这边流。我闭上了，这个水分就都非常少。好，然后关键就是要把中间这个要衔接好。这时候逼得很干，都不要它。哎，你看，现在把它画好以后，好，然后把远处的这里稍微有一点感觉，稍微有点感觉就可以了，就不要把它画的是非常的还要这么清晰。把它画了以后，将就这个颜色，蘸点水将就这个颜色，我们很简单的把它，因为是远处了哈，你看把它稍微染一下。把它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子大家看这个水是不是很好的就把它衔接过去了这里颜色会淡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大家画的时候总是这个，因为这上面有滩水，到时候会画出来是吧？会只要一染马上就出来。但这里为什么我把它画的不太清楚呢？因为我准备在这个位置上加一棵这个树，我们这里就可以加哈。这个用支小笔一加就可以了。但有些地方该点台的点台。点一点台，马上它就显得就自然了包括有些地方老师，有同学问到，是否矛盾解决的越多越好，越精彩？当然，你这个一张画里面，它有一些矛盾，它不见得非是越多越精彩哈。那你整张画都解决矛盾，都全是矛盾了，它就不太精彩了。就跟我们给大家说的，我们画面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吧？就是一个中心的话，像我这张画，中心点就是光就是光。那你就不要在画的过程中，比如说我前面我要把它每一个地方都要解决它一个很清晰的矛盾点然后明暗关系什么都要弄出来，那就不行了。那到时候画出来以后锚定呢太多，就是亮点太多，这个画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不舒服会显得太花。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说，我们画画呢，就是一方面呢要让这个画面突出主题，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它注意它的一个主次关系。一般一个画面，它比方说明暗关系是吧？
让我们在画面上它解决它一个整体的明暗关系。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了虚实关系，虚实关系呢，当然那就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一直贯彻整个画面这个虚实关系哈。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随时画的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加了一棵树，这个树到时候就有可能，你比方说我现在就可能就随便在上面蘸非常深的墨，用这个树正好可以把这个，你看，可以正好把这个水稍微挡一挡。这么一挡就有个什么好处呢？是我这座山，你看下来以后跟这个山有一个交际，是吧？它有个交际，那通过这个树把它们两个交叉的地方挡起来。到时候会把这个光正好打到这个树上，我会在这个顶上点一些很亮的点子，这里也是一样的。那到时候这束光它透过来的时候正好被这个树挡开，但是呢，并不会影响它往后面延伸，并不会影响它往后面延伸。这样子的话，到时候看是很舒服的哈。我们就是说逐步的吧，就是我们现在把它画了以后，我刚刚正好在点那个台，把有些地方这个台点将就点一下。台点很重要哈，这上面是点了的。它点了以后，它会感觉到整个山这些就更加的协调。好，总算把这前面基本上就解决了。现在我们就是后面的话，这里这条路上去以后，然后我们这里到时候看用个什么办法，看看。它至于往里面怎么走，我们再说哈，再说。我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下了好大的决心啊！真的是染色的时候，发现调色颜色不看，因为我有时候专心画画，你们的问题我都很少看屏幕哈，我看看说的什么。调色的时候颜色或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哈，调色的时候，然后调出来以后，本来是想象的是某一种颜色，但调出来以后呢，它很浅，干了以后都会很浅，然后要染好几次，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哈。在我这里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会想办法去解决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第一，该深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会把它染得比我想象的要深。你不要只是想着那个跟你感觉的差不多一样深，所以说就该深的时候要深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是干染的时候，该深的时候我在干染的时候把它染了基本上呢就打湿的时候就不要去动它，干了以后它都会比较这个哈。好，我这里今天早上我想了好久，这个地方怎么办？敢不敢用这么深的墨？你看我这里哈，这些地方都用的是比较亮的墨是吧？突然这里有比较深的墨，都是有这种这是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的问题到底用不用这么深？最后我还是决定冒个险，让它深一点。但是在深的过程中，你看，我们靠近这边的，这个我又在制造矛盾了哈。靠近这边的地方，我会让它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块山，包括这一块，它是很亮的，但是这边呢，它是比较深的，那我就不要把这个块面这么深的又到这里来，这里我就虚过去了，要有光那种光柱好像射下来的感觉，我是这么来的哈。好，这边呢，因为这条路这里有条路，大家可能想，这个路怎么办？那不管它了，这个路呢，基本上它就引到这个光晕里面去了，至于怎么走，这个时候在画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你就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一会儿这个线往这边，一会儿一个线往那边，是吧？你就统一的朝一个方向。即便这里发现这里有些地方没朝一个方向，那我们也要在处理它的时候。你看，像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斜了。在处理它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现在大家看不
不管我这里怎么去画，怎么去这个哈，哎，它把这个山是把它衬出来了，非常清晰的衬出来了，把这条路非常清晰的衬出来了，但是它一点不影响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处理各种矛盾。你这里实，那好，我这里有虚，是吧？我这里有虚，这边这个白，这个你看到这个黑色的哈，好像觉得它很深一大块，其实它也是虚，啊，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有感觉到，因为它的存在，它把这些全部衬出来了，啊，全部衬出来了。老师，刚刚还有同学问到，在什么地方点台？一般在什么地方点台比较好？那个点台的话，就是在你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哪里比较重要呢？你比方说哈，我现在这座山画下来以后哈，哎，我觉得这里这三条线它比较光。是不是啊？好，然后如果就这样子的话，你会选择它这里就很平淡，那怎么办呢？在某个地方点一个台啊，比如说这里我觉得正好比较重要，然后这里后面有淡淡的光，有光的感觉，这里点点台，倒是在这个台点上点一点颜色，是吧？或者是你觉得，我是这个块面，这是个块面，下面一点，好，这个地方是个块面。是吧？然后我觉得我要把它们两个块面分开，在分开的地方，你看，我们就点个台，点了台以后，倒是在这个地方啊，台点上稍微点点颜色。你看我包括这里都是这样子的，是吧？这里有点的有台，是吧？包括我要去这个桥，是吧？我们这里这个栏杆，这个栏杆，如果你非常生硬的跟这个就说是栏杆跟石头是吧衔接，那就觉得不舒服。这个时候我点一点台，这个台点挡一挡这个栏杆的一些线条啊，然后它们两个就很好的有机的就结合起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点台的位置哈。我们就是可以怎么办呢？这个后面的这些山石啊，有些地方你可以把它画的比较深一点啊，可以画的比较深一点，然后逐步的过渡过去。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注意我们这个光束啊。它有时候铅笔印多了，有时候要忘，画着不知道这里，比方说他不知道这里是光束还是这里是光束，就是要忘。所以说在画的过程中一定是非常要小心。你比方说像我这里哈，好，我首先考虑这个地方是光束是吧？啊，这里是光束，那我在画的时候，我首先要看清楚，要用铅笔印勾一下来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有时候在画的时候啊，特别要小心，因为是斜的是最容易怎么样呢？最容易把它画出问题的。哎，我现在主要是为了把它这么一画哈，主要是为了干什么？就是为了把这个太阳光照着的地方把它表现出来。
还是一样说的，它里面你不要，它这个光它肯定不是说是哇强烈的能挡住一切的，哎，它还是。因为我不太敢去多画很多的树，要画很多的树的话，我们不要说2节课，肯定3节课都完不成，啊，所以说我只能去，干什么呢？哎，把这个画点30，把它延伸上去。你看，像这些就属于是鼓起来的一个哈，一下子，本来这里是我起来了，但是起来它因为鼓起来了。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光的感觉画出来，然后在这里面再去这个找一些结构在里面。好，再往后面走的时候，这个时候调点颜色。这个颜色呢也不要突然一下子它就变得很亮，慢慢来，慢慢过渡，啊。当然，这条线呀也是很重要哈。这条线，这个在画的时候，这边缘说了，又不能让它太光，也不能让它这个太不光，反正就是感觉到。你比如说，我们这里画了以后，好，这里面一些纹理啊，这还是要的。到时要加树也好，加什么也好，都可以，啊，都可以。这边也是。
可以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有时候在画的时候啊，调个顺手的位置，来画的时候，效果肯定会更好一点。要不到时候啊，在画的过程中，到顶上，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顶上的话，这个颜色就调的比较，你看比较亮一点。说到这个，刚刚老师说的调色啊，这几天有一些老师的话，在我这边购买了毛笔跟颜料，然后都比较着急，但是您所在地区因为口罩原因又邮寄不了，所以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大家对于笔呀、颜料这些的话，就是说都要提前去准备啊，不要就是说想到就是3天的快递就能到了，这个不确定的啊，要不然有的笔就是说我搬家了找不到笔了，要着急用啊，没有用的啦，我颜料用完了，我画不了画啦，其他的颜料用着画的画面很脏啊，我不习惯，这个大家比较着急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但是确实快递的话不是说我这边的话一寄它就能够给寄出去的，这个也大家多多谅解一下。你看，我们先把这个就是光啊，把它给表现出来，把它表现出来以后，然后我这里面再加一些东西，包括我这里面有时候该用这个光把它撑出来的，像那天我画了这个树画了这个树，我可以直接把它就拉下来，是吧？有光的地方，到时候让它亮。没有光的地方让它不亮，这个树一样的，这也是我新想的一种方法包括这边也是，就是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一定要注意，你看我不管我怎么画，不管我这里怎么画哈。我这个光束，它是干什么？它是放射状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千万不要画着，你比如说像这一线条，其实这些画的是这个光没照到的地方，是这个是光，是吧？然后我画的是后面的山或者后面的树，是吧？但是这些由于把它们画出来，才能把光衬出来，所以它们这个一定要注意，你不要画着一会儿这边又往这边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是吧？特别要小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你比方说，我现在觉得，这几条大小差不多了，是吧？大小差不多了，我就会在中间你看，在中间给它来一条以后，这么再来一条的话，就这一束吸一光，它在这里吸，这个宽，这个窄，是吧？这个又稍微，这里也不要这么这个哈，是吧？这里稍微这个细一点，
它就有变化啊，千万不要都一样。你看我这边也是这样子的，我这个宽一点，我这个稍微窄一点，这个就更细一点。为什么我要把画斜过来呢？就是为了如果我是这个画是垂直的话，我这个手啊就非常的拉过来就非常的别扭啊，不顺手。哎，这个就顺手，才能把这个光啊画的是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协调。好，把它画好以后，把这个确定下来以后，然后又可以把它给画正了。画正以后，把有些地方啊，当然我现在知道还有一个问题了。这样子的话，我要是顺手的话，我会这样子就顺手，但这样顺手就把你们挡住了啊，这样子把你们挡住了。大家觉得有光的影子，有光影的感觉了没有？好，终于有一个。这条光它基本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是你看这样子的话，啊，这里还没画够，这里还没画够的话，啊，这里要把它画的长一点。我们把这里把它画好，画好以后，然后呢，会在这里面到时候再添加一些东西啊，包括这个山，是吧？你可以画一些山，也可以添加一些树啊，添加一些树。好，当然到时候添加完了以后，我们再点一些点子，是吧？这就出来了。就等它稍微干一下，这里面就可以添加，正好也差不多1个小时了。啊，我们就可以看个整体哈，我们休息一会儿。基本上哈，这个光束的感觉就出来了。我画这个呢，最辛苦的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在画的过程中啊，一定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注意这个光，它是从一个地方冒出来的，是吧？太阳光从一个地方冒出来的，所以说呢，就是千万不要怎么样呢？就是你不要这束光感觉从这里冒出来的，哎，这束光又偏过来，又从这里冒出来的，那就失败了。就这个要素你要控制到，把它控制到以后，哎，这里面要添加什么东西啊？一会儿这些我们就好添加了哈。好，休息哈。现在正好3点钟啊，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同样的话，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3点10分上课。